好，开始今天的直播。然后看看啊，昨天节目上那张生成的图片，把怪物史莱克不仅画成犹大大师，还把犹大大师画成胖胖的斗鸡眼。这个，哎，反正人家就是比较随意吧。沙发坐着等啊，没问题。呃，不是第一排沙发里有人更早是的。今天可算赶上了，哎呀，这是起了个大早啊。好，这个坐等老范上线啊，现在来了。握手啊，吃了吗您呢？对，大家都比较早。好，今天呢就一个故事啊，讲一下今年618刘强东都说了些啥，致敬了谁，怼了谁啊？这个还是值得说一下吧，因为618呢就是一个京东相关的事情啊，所以咱们讲讲他的事情也还可以啊，因为再不讲的话，大家就已经忘记了618这件事儿了啊。这个互联网造一个节日并不太容易。至于后面的话，看吧，如果有时间咱们再多闲聊啊，如果没有时间的话，再看。然后，这周呢应该是周三啊，去参加了塔主这边的一个活动，然后他，答应我是会把节目的录像发给我啊，这样的话我就可以去，有会员节目了，对吧？就是在现场跟塔主做的一个节目啊，这个也欢迎大家去。等会员去看吧。对，好，那我们就开始讲今天的节目。大家好，欢迎收听老范讲故事的 YouTube 频道。今天咱们来讲一讲今年618刘强东说了啥，致敬了谁，怼了谁。首先呢，跟大家讲一讲618的由来与衰落吧。618最初是什么日子呢？是京东的周年庆活动，起源于1998年6月18日，京东在北京中关村成立的日子啊，这就真的是店庆日，他们就这天成立的。2010年呢，京东首次将618定为周年庆促销节点。2013年呢，正式提升为618购物节，模仿淘宝双11模式。随后，天猫、拼多多等平台加入。大家注意啊，就是互联网造个节日它不容易，对吧？像双11的时候呢，京东也会加入啊，拼多多也会加入。现在就是拼多多自己没有造节，因为它天天都在这拼来拼去的，砍一刀砍一刀，对吧？然后京东造的这个节日就是618啊，淘宝跟天猫造的节日呢是双11。大家注意啊，双11这个节其实是天猫造的啊，不是淘宝造的啊。这个是张勇后来管理啊，中间有一段时间管理阿里的时候，他造的这么一个节日。到2015年，天猫618销售破100亿啊，天猫他们也会加入。2019年是这个1300亿，2020年是6959亿，2023年是7000多亿啊。现在呢，2025年现在这个全网618的 GMV 就是销售额已经不再公布具体数据了，因为呢，据说有人不是很喜欢互联网造节啊，所以现在双11呢也没有原来热闹了啊，这个618也没有原来热闹了，就是大家都不再说这件事儿了。这个你既然不说嘛，这种好不容易互联网造出来的节日就会逐渐的被大家所淡忘掉。现在呢，市场结构也在发生变化，直播电商啊在抢占份额，这个就是抖音啊、视频号啊，他们在抢占很多份额。虽然京东、阿里什么都在做直播电商，但是在这一块上，距离抖音还是有一点点小差距的。即时零售也在逐步发展起来了，像美团闪购、京东秒送这样的即时零售，就是我现在下个单啊，20分钟以后、30分钟以后给我送来这种东西，也慢慢的多起来了。而且呢，现在还有一些新的挑战啊。第一个新挑战就是流量去中心化。原来什么李佳琦啊，什么这些人，对吧？你是有大 V 整一个就完事儿了，现在不行了，现在就是大家要把这个流量打散，因为一旦有大 V 了以后出了事儿，负不起这个责任，对吧？啊，所以这是一方面。另外一个呢，就是促销常态化，特别是国补这种东西上来以后，你说哪天不算促销啊？哪天都是促销，所以啊，叠加来叠加去，最后导致大家算不明白了。而且国补这个东西本身也很麻烦啊。上个礼拜咱们讲说有些地方国补停了，还有人给我留言说我这儿还在啊，
不一定是什么地方啊，就是每个省的情况是不一样的。而且据说呢，中央准备再发个1300多亿下来，再补一补啊，让大家可以继续去玩国补，因为消费还没起来嘛。啊，这两天还长一新知识啊，在国补上买的各种设备开发票是受限制的。啊，你可以开个人啊，拿去这个叫做什么？拿去维修是 OK 的，但你说我国补了以后，想去开一个公司的单位的这种发票去报销，这个事儿是不行的啊。反正这两天长点新知识。那么京东呢，还在很努力的去做618，毕竟是人家店庆嘛，对吧？这个无可厚非。那咱们稍微看一眼京东今年卖的怎么样吧。京东的手机销量啊，看看谁赢了，这个可能大家还稍微有点感觉。京东今年手机的前10名，第11名啊是这个 iPhone 16 Pro，盖版的降到6000以内，直接走国补了，对吧？它原来是6000几我忘了，它最后降了5999，啊，原来好像7000多吧，大概是降到5999，然后这个再走500块钱国补啊，是这样的一个，大家就把它抢疯了啊。第2名 iPhone 16 Pro Max，第3名 iPhone 16，然后第4名是红米 K80，第5名红米 Turbo 4 Pro，第6名 iPhone 14啊，为什么不知道啊？iPhone 15没什么人买的，iPhone 14有人去买啊，这个可能 iPhone 14要更便宜一些吧。第7名红米 Note 14 Pro，第8名红米14C，第9名一加 ACE5啊，这个是 OPPO 的子品牌，第10名爱酷 Neo 10啊，这个是 vivo 的子品牌，所以前10名里头，1、2、3、4个 iPhone，然后剩下的呢是1、2、3、4个红米啊，然后一个 OPPO，一个 vivo，大概是前10名。从品牌上看呢，肯定 iPhone 第一啊，就是销量和这个销售额都是第一，因为那玩意儿贵啊。然后第2名是小米啊，销量销售额的第2名，第3名呢是 OPPO，第4名 vivo，第5名是华为。华为呢销量要再差一些，但是华为机器贵，所以它的销售额是第5，第6名是荣耀啊。这个是今年整个的手机销售情况啊，大家看看，一旦走国补，一旦走降价的话，这个在 iPhone 面前一个能打都没有啊，全是 iPhone 啊，剩下就是红米这种低端机了。那么今年呢，刘强东还是要出来讲一讲，对吧？虽然不能说，我618好好做好多活动啊，去打广告，这事儿他不乐意了啊，因为也不太允许了嘛，啊，但是呢，刘强东还是要出来预热一下的。所以在6月17号下午，京东创始人、董事局主席刘强东啊，在北京亦庄的京东总部接受了中国企业家等媒体的采访。啊，确实呢，讲了很多职业经理人不太敢讲的话，还是很值得学习一下的啊。很多片段呢也被截取下来，在短视频平台上广泛的传播啊。这个就是今天我们主要讲的东西。大家注意啊，它的 title 是什么啊？是京东创始人和董事局主席，他不是京东 CEO 啊。京东 CEO 现在叫徐然，一位女士。那么刘强东都讲了些什么呢？首先呢，咱们讲3个这个广泛流传的片段啊。第一个特别逗，他说跨境电商没前途，对吧？说因为相关国家肯定会对你动手的，美国已经动手了，欧洲是早晚的事儿，对吧？你往那儿去卖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人家绝对不乐意。那么说为什么这个人家会一定动手来收拾你呢？说第一个啊，说跨境电商啊，把本地的就业税收都偷走了，对吧？你这样弄的话，那人家肯定收拾你啊，这个没什么好说的。说第二个呢，跨境电商模式只能卖便宜货啊，你打不过人家啊，这个的话说严重影响我国的形象啊。说有一段时间呢，中国制造的品
这个刚才不是卡了啊，刚才突然掉了，可能浏览器里它有一些 bug 吧，没关系，我们换一个梯子重新来啊。他讲到了说，有一段时间呢，中国制造的品质其实已经上升了，老外也开始逐渐的转变观念了，说，哎，中国制造的商品还是可以用的。但是现在呢，售价1欧元、2欧元这种超级便宜或垃圾货卖过去以后，又让欧美人说中国原来还是生产垃圾货的啊，他现在有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么卖白牌廉价商品这件事呢，本身有害啊，没有品牌，国家社会经济发展就永远没有质量。如果一个国家永远靠垃圾货、白牌货，经济永远不可能好啊，因为生产垃圾货的工厂老板也赚不到钱，他就只能拼命的压榨员工，不可能给他交五险一金和好的工资待遇。产业工人被压榨了，就没有钱消费，只能买垃圾货，整个经济会形成恶性循环的。要让品牌商多赚钱啊，品牌商赚了钱，就会投入研发，生产质量更好的商品，然后有更新的商品，他们会招募更多的人才，就会拼命的给员工涨工资，工人收入高了，就会去买品牌商品。对于零售商、品牌商、消费者、产业工人来说，大家都是皆大欢喜的啊，是双赢的一个状态。而且这里边讲的很严重的是什么？就是卖白牌商品影响国家形象啊，他已经把这个事儿上升到这样的一个高度来了，对吧？这是现在讲的第一个段子啊，就是他等于是大家都在传这个事儿，因为为什么这怼人了嘛，对吧？谁出去卖白牌货了啊？谁出去卖垃圾货？这1欧元、2欧元的东西都是哪来的，对吧？这就是出来怼人了。所以我们待会儿要总结一下啊，就是整个刘强东的一个采访里边，到底是致敬了哪些人，怼了哪些人啊？咱们还是可以稍微的去数一数的啊。这是怼人了啊，大家记着。第二个呢是讲到说这个刚才讲了两个了，一个是跨境电商没戏，第二个是白牌商品有害啊，两个，第三个是什么？就是加班没办法他说加班也没办法，刘强东也不是神啊，不卷会死的。这个里头讲了说，哎，618公司无数人都加班加点，他说我知道啊，这点我真的没办法，我也可以公开的说，我也知道说这话会被网友骂死，但是整个行业极度内卷的情况下京东如果不拼我也活不下去刘强东也不是神啊，这个是他讲的第三点。所以他这里头一共是讲了这个3个广为流传的段子，一个是跨境电商没前途，第二个是白牌廉价商品有害，第三个是加班没办法，刘强东也不是神这个是现在在抖音上面快速传播的也算是切中了一个要害吧，就是现在民众对这些事情比较感兴趣。然后其他还讲了一些什么段子呢？第一个上来肯定先讲情怀嘛，对吧？他说，他去参观过 UPS 的总部，在一个特别偏远的郊区就没有在市中心。然后他就问人 CEO 说，这么大的世界500强公司总部怎么建这么远郊区离市中心这么远，大家多不方便后来人家那个就给他解释说，作为大的企业要对城市负责任，大企业不应该在市中心所以后来京东总部呢就搬到亦庄去了。当时很多人骂说你怎么搬到这么偏远的一个地方来对吧？大家上班都不方便甚至有一些人呢，因为京东把总部搬到亦庄还离职了，对吧？他说，我这是跟人 UPS 学的。今天呢，京东集团已经有60万人了如果60万人在朝阳或者是海淀的话，那一家企业就把周围4、5个街区全都堵成瘫痪了，严重影响城市正常的运营和老百姓的生活，对吧？他讲了这样的一个话这也是在怼人嘛，说我是有良心的有人没良心干这个活。然后呢，讲到说，我们抚养孤儿在京东早期的时候呢，他们每一个员工会去领养一个孤儿这个只要是有100人了，我们就去领养100个孤儿有1000人就领养1000个孤儿。到后来呢，员工实在太多了实在是找不到那么多孤儿了但是定期呢会捐款把钱捐上去以后继续去这个资助孤儿所以他一直号称自己很有社会责任心这个
有这个初心啊，是不能改的啊，有情怀。然后第二个讲的是什么？就是一切以物流为核心。就是京东到底在干嘛啊？京东是电商吗？啊，京东是不是做外卖的？京东是不是做一些其他的金融啊？说都不是啊，京东的核心是物流。而且呢，讲到说京东啊，每3年会开一些新业务，对吧？从京东物流、京东金融、京东工业、京东健康、京东产发啊，有这么多新业务都做出来啊。这里头呢有2个大家可能从名字听不太出来干嘛的啊。第一个是京东工业，京东不是自己造东西啊，京东工业是做工业的供应链的。比如说我这儿一工厂，我需要进货，我需要这个造完了以后找地儿存啊，然后几个这个工厂之间需要把配件调来调去，它也是需要供应链，需要把这些东西仓储运输嘛。京东说我来给你搞定这事儿啊，你只管是这个在我们平台上啊订货，然后我们就把这个货备到你附近去，你随时要我随时给你啊，反正我运得快啊，而且这个保证你随时要啊都有，而且不需要付这个额外的仓储费用了，等于我都给你调度好了啊。然后呢，这个工业品的一些采购啊、物流配送啊、什么供应链金融都给你搞定。哎，你说我现在去订货了，我没钱，我借给你啊，这个他都搞啊，这叫京东工业。然后另外一个叫京东产发啊，生产的产，发展的发，这个是干嘛的呢？是物流基础设施建设。你说造仓库啊，造这个各种的这个物流分拣中心啊，这他归他管啊，这个是管理这些大额资产的。而且呢，他除了管这个仓库之外，还管什么呀？各种产业园区的运营啊。你说我这儿盖了一个生物医药产业园区啊，我这儿再盖了一个制造业产业园区，京东说来我替你管着啊，我管完了以后，等于就直接跟我的仓库对接在一起了，然后让你这个产业园区里的所有工厂直接就一个电话或者一 APP 上点一下，这个原料就来了啊，造好东西我给你运走了，然后我就整个帮你卖掉啊，干这件事情啊，什么智能物业服务啊，综合能源管理啊，资产管理服务啊，这是京东产发干的活。那么过去5年呢，就是刘强东基本上算退休了5年嘛，就是啥也没干啊，就是前面这些东西继续在折腾。但是呢，说这个不对啊，这个后面要继续抓紧一项一项往前推啊。现在后边要推什么呢？第一个是外卖啊，这个现在大家已经开始看到了，在打仗了。酒旅啊，就是酒店和旅社啊，就要做这些东西。然后呢，海外也要继续做，还有包括稳定币。但是呢，一切都是围绕供应链的啊，就是你包括它的稳定币啊，也是说你在供应链里头需要去把货发走，然后你需要到哪儿去采购啊，然后我们通过稳定币的方式去进行这个结算啊，那么这样的话速度很快啊，成本很低啊，它都是为物流来服务的一套东西啊。它的酒旅啊，那你说它是不是要在京东的 APP 上开始做订房服务啊？那肯定会做啊，这个跑不掉的。但是它主要干嘛呢？叫一站式酒店用品的物流管理啊，它主要干这个的。你说这个酒店对吧？你说我今天需要床单，明天需要杯子，后天需要各种东西，洗发水什么这些东西，对吧？你原来还需要订完了以后让大家把这玩意儿送来，哎，别费劲了啊，你就都搁我这儿完了啊，这个你随时要我随时给你，对吧？而且你上午要我下午就给你啊，你这个绝对保质保量，所有东西我都是给你挑最好的，或者说按照你的要求我给你挑过来，对吧？这个是它核心要干的事情。当然顺手呢，你可以卖一些机加酒啊，就是机加酒就是机票加酒店，对吧？京东的客户购买能力还是不错的嘛，而且京东会跟这些客户讲说，你们放心吧，这个京东卖的酒店啊，这个酒店里边用的洗发水什么都是京东特供的啊，保证质量。那这个也算是一个品牌提升呗，对吧？这是他玩酒旅的一个玩法。他说外卖呢，我们肯定跟美团的玩法也不一样啊，这也是物流的一部分，是将生鲜物流的一个延续。很快呢会有新业务上来啊，待会儿我们可以猜一下它新业务是什么稳定币呢，刚才咱们讲了啊，就是全球采购结算用的。至于出海，对吧？他讲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点，说他呢在欧洲建立物流中心已经做了好几年了啊，而且呢他要在当地采购。京东呢是各大销售品牌的全球最大零售合作伙伴这个为什么？因为京东里头有很大一块叫京东自营，就是他自己卖这些东西。那么自营的话才是京东的杀手锏。你比如说今天你可口可乐，对吧？这个京东冲上来说，来我要可口可乐啊，你给我多少货，然后你只要把货送到最近的一个京东仓库，或者你告诉我你的仓库在哪儿，我去拉就完了，剩下你都不用管了，我就给你这个钱就完事了。它是这样的一种运作方式。
对吧？或者是比如欧美的各种的品牌商品啊，他就直接冲上去说来，我把东西卖给我吧，啊，你只要说同意啊，他就马上把钱打过来，然后把货给你拉走了，剩下就不用管了，对吧？这是京东玩的一个东西。你说你各种的第三方的运营平台或者第三方的这种卖家，你肯定没有京东卖的多嘛，所以京东是全世界各大销售品牌的这个最大合作伙伴啊，这个是没办法的。他说以后呢，会逐步的输出中国品牌商品啊，1000个中国品牌的输出才是真正的输出，白牌货危害巨大，破坏国家形象啊，这个就是不会去做白牌货，他们呢会真正的帮助中国品牌逐渐的在外地在国外落地。而且他讲的什么，就是亚马逊做的东西，京东在海外是不碰的，对吧？你跟亚马逊竞争这事你竞争不过的亚马逊卖全世界的这些商品，我们也跑去卖全世界的这些商品，你跟亚马逊比，你比不过他，你没法跟他竞争，那怎么办呢？一定是要卖一些亚马逊不卖的东西这是他以后要干的事情在这之后京东的核心是什么这个成本、效率和体验的控制，对吧？成本最低这个效率最高体验还要特别好这个才是核心竞争力。通过技术和管理同时提升成本、效率和体验。按道理说，成本、效率、体验应该是一个不可能三角，对吧？你不可能把3个同时提升但是京东说，我有办法这个我的技术很好而且我有很多的这种整合能力，就是管理或者叫制度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去提升成本、效率和这个体验成本应该是要下降应该这么来讲这个事情。那么他说他是在这么长的一段时间里，他是怎么做到这个成本效率和体验都在快速改进的呢？他说他先去比较比如说苏宁他们去卖这些家电的时候利润很高苏宁大概是收20%的利润然后店大还欺客，就是说因为你店面里头这个位置是稀缺资源嘛，你说我到底是摆海尔的还是摆美的的呀，还是买格力的呀，对吧？它是一个稀缺资源，所以呢，在整个的苏宁电器销售的过程中，苏宁是赚大头了，它要比这个品牌商挣得多，对吧？这个是不对的。而且呢，它还拖欠账期，而且拖很久。苏宁的平均账期是120天，甚至到后边说这个都结不出来了因为苏宁到最后都快挂掉了，对吧？所以这个说这是不对的我们要怎么办呢？说京东将利润维持在10%左右，10%是京东的，剩下的钱是品牌商的。你卖一个东西出去以后，一定是品牌商挣的钱比京东挣的钱多才对。然后他还解释了一下什么呢？说你别看我这个财报上写的利润是10%几但是我们的这个电商就是10%，多出来的利润呢是广告收入还有一些利息收入或者是一些服务的收入，对吧？但是京东电商这块的手续费就是10%在京东内部你去把这些广告投放出去以后，比抖音的转化率还高一些亚马逊其实也是这么干的。就是这种大型的电商平台，你要在内部做广告的话，一定是比在外边投放要划算的原因也很简单，为什么？就是大家进到京东了，进到亚马逊了，就是来买东西来的，对吧？你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我随便的投一点广告的话，你这个转化率就会很高，对吧？你说，哎，我到抖音上去看，或者我到 TikTok 上看到了一个广告，再点过来那你在每一次跳转的过程中都会有很大的流失，对吧？而且这个最后还要有一个广告归因的问题。我点这个广告点了10次都看到这个商品了，我都没买，最后一次我可能直接把它买了，那这个到底算谁的这个还要且扯皮呢。所以广告转化率最好的就是在电商平台内部投放。现在的电商也是这样，就是如果在内部投放无法满足了，我才到外边去投放。如果我在内部投放可以满足可以让我们东西卖得很好的话，就不会到外边去投放去而且呢，京东的结账是很及时的前面咱们讲过这个。汽车都在承诺60天结账，对吧？京东的账期是59天到第59天就给你把账结了它呢就可以很好的提高这种周转效率。而且京东说我们追求的是这个今天是59天，如果明天我能58天就把这账结出去，对吧？那这个我整个的运转效率提升了我的仓储整个的效率都提升了，这都是钱这就是利润，对吧？所以他说我们不愿意给人欠钱这是他的这个另外的一些。就是除了那3个特别流行的梗之外讲的一些东西。那么京东那么刘强东在这里头到底都致敬了哪些人呢？第一个 UPS致敬人家了，说人家是有责任心的
这个把总部搬那么老远啊，你这个人多了以后不能去给城市增加负担，对吧？人家有这个责任心啊，我们也跟人学啊，我们把这个总部搬到亦庄去啊。第二个呢是美的、海尔和格力啊，这个是什么呢？就是这些人卖家电的啊。京东说他去卖大家电的时候，一开始别人也不乐意啊，为什么？因为大家电比较难卖，大家电你是要去送货上门，还要安装调试，还要维修啊，还要给人做售后，这事儿挺麻烦的，对吧？这个美的、海尔和格力呢，都是说我们靠各种外包也好，或者靠这个代理商、渠道商也好，去压货来搞定这件事情，对吧？京东说我们去卖大家电，京东的这个大家电的客服是要比他们好的，因为京东是老老实实给这些安装的人员这个签劳动合同，然后交社保，然后这些人会去统一的帮你把美的、海尔、格力的这些东西装上。然后他为什么要致敬这3家公司呢？原因很简单啊，就是这个他觉得这些公司呢是这个电商就电器里边的老大吧。然后京东现在在整个的大家电里头，在国内是绝对冠军啊，就是大家如果想去买大家电，普遍是在京东去买的啊，它比其他的什么淘宝或者拼多多呀，包括抖音都要卖的多得多，对吧？那么他一定要致敬一下甲方啊，这个没什么好说的。然后是致敬了一下于东来这个提高员工待遇这个要去致敬一下，对吧？你给员工上五险一金，而且呢是按照实际工资去上社保因为很多的企业会投机耍滑就是说我给你做一个比较低的基础工资，按这个低的基础工资去上社保，然后呢我把剩下的钱再通过奖金或者劳务费的方式再发给你，这样就可以省社保嘛。还讲了说这部分钱如果刘强东自己装口袋里，完全合法没有任何问题这可以变成刘强东自己的收入的，对吧？因为中国的法律不禁止外包的这个讲的是谁，大家自己心里也明白，对吧？他说我们就不我们老老实实的去上这个五险一金去这个每年180个亿，说这个这么多年上下来上千亿的钱都已经出去了，说这钱本来我可以揣兜里的而且呢，向于东来致敬还一个什么呢？就是于东来的利润也不是很高，对吧？挣了钱以后多出来的钱除了给员工上五险一金之外，还要干嘛？给员工涨薪水，对吧？员工只要开心了，才能够好好的为客户服务。你说你每天压榨他让他每天不开心，然后你还要让他去给客户服务，能有好脸色吗？不可能有的所以这是他致敬的3拨人但是刘强东怼了谁呢？我相信大家肯定一定是听这一块的东西这个他致敬谁这事不重要怼谁才重要呢。第一个是怼美团这个没什么好说的。但是要注意什么呢？就是他怼美团的点特别怪，他没有说美团你压榨小饭店了呀，美团你压榨外卖员了，这些事都没说。他讲的什么呢？说京东外卖很快就会出来一个跟美团完全不同的商业模式这种商业模式呢，将彻底解决食品安全问题他讲的是这个，说美团你卖的东西不干净，对吧？人家吃了拉肚子，你让京东，我们可以解决这问题我们可以让这个点京东外卖的人吃的东西都比较干净、比较健康这是他怼美团的方式。然后怼拼多多，这个卖白牌货、卖垃圾货的肯定就是拼多多了，对吧？当然你说美团这个不给人上社保，然后用外包，这个肯定也是美团，但是呢，专门点着名字说美团的就是说你做的东西不干净。然后上来怼字节跳动，为什么怼字节跳动呢？第一个，上10万人了字节跳动有10几万人，现在还在海淀而且在4环边上，这个站4、5条街，上下班的时候把好几个街区全堵死这个说的就是字节跳动然后说做外卖说这个字节跳动其实自己也做外卖这个美团这个京东做外卖，说京东做外卖是亏钱的他发了好多补贴进去。但是呢，他说我无所谓对吧？说京东做外卖亏钱的这个东西，这些饭馆还有40%会在京东下单买东西它是一个交叉采购他们呢最终还是买京东平台的东西，那亏的钱呢，这个我最后通过在京东上卖其他东西我把它挣回来，所以我宁肯亏钱去补贴这些饭馆我去补贴外卖员，我也比这个去抖音去腾讯上买流量这个钱要划算，对吧？所以他又反过来又把字节跳动怼了一遍然后是退休计划这个特别好玩他说这个前面他不是退休了嘛退休完了以后呢又跑回来重新执掌大旗嘛，虽然他现在不是 CEO 他现在是董事会主席，对吧？还是他说了算吧但是呢说我退休了一段退休呢是为什么要退休第一个是对自己不太自信因为前头也没有受过这种很好的
这个就是管理学的教育啊，是管理一个几十万人的公司，这个还是有点吓人的啊，所以准备去找一些职业经理人，而且呢，他真正想要的是什么？就是希望有传承，对吧？你不能说，哎，这个传到第2代传不下去了啊，或者必须要传儿子，还是要怎么样？这个事儿他是不希望看到的。说最后能够逐渐的传到这个职业经理人手里面啊，在这点呢，他专门的致敬了一下海尔跟美的啊，说海尔跟美的是有传承的，对吧？一代一代的往下传，传到职业经理人手里面啊，没有任何问题，而且还越做越好，对吧？这个是他比较这个欣赏的。格力呢，这地方呢没提啊，因为格力董明珠到现在还在很努力的折腾呢。啊，前2天小米还黑了格力一把啊。小米怎么黑的呢？小米是这个他2个老总吧，一个是王大帝啊，还有一个是卢啊，这2个人呢在那做直播，然后讲到什么呢？说小米是不是要做到中国大家电前3啊？啊，说是中国大家电要做到前3。他说现在呢有3家啊，是格力、美的和这个海尔啊。说以后的话，可能就光剩下这个海尔跟美的了啊。然后他就格力这事儿他就没提啊，说小米我们也要做到前3啊，那相当于就是要把格力这个位置占掉嘛。但是呢，并没有说我们要把格力挤掉啊，只是没提而已。啊，所以前2天把格力、小米黑了一把，那么这儿呢也是黑了格力一把，啊，然后刘强东讲了说不是自己创始人非要干到85岁对吧？叫不是自己创始人非要干到85岁对吧？该退休就退休嘛，让年轻人上吧，而不是要传给自己的孩子嘛。啊，他讲了这样的一个话。那这个话到底在怼谁呢？第一个娃哈哈，宗庆后享年79岁，传给宗馥莉了。现在搞得满城风雨，因为宗馥莉呢把这个国有资产给掏空了，对吧？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肯定现在已经逐渐引起了政府部门的关注吧。他说你把国有资产掏空了这件事肯定是不行的嘛，啊，所以准备去调查了。第2个呢是刘永好啊，刘永好是新希望的董事长啊。2025年3月，74岁的刘永好交班给他的女儿。刘畅啊接任了董事长啊，这就是传给自己孩子的，而且一直干到7老8十了啊。任正非80岁了，对吧？后面到底怎么接班还不知道呢，对吧？内部也在传说这个他的女儿是不是大公主，是不是有机会接这个班，对吧？也要去讲一下。曹德旺79了啊，还在奋斗。老干妈的陶华碧78了啊，儿子呢？继承过一段时间，后来继承失败了，现在这个老太太又回来亲掌大权了，啊，董明珠70岁了啊，也只能继续干，没法教这个班啊，而且董明珠还没法教孩子，他这个就很麻烦，对吧？这个是真正去怼的人啊，说你们看看啊，我希望能够走到这个制度来管理公司的一个状态啊，然后让我们的 CEO 啊，这个职业经理人能够继续管下去，而不是。到最后7老8十的必须接着干下去，然后还要传儿子啊，不要搞这个事情啊。到2025年1月份啊，这些大公司的董事长里头，这个5338位的在职董事长中，80岁以上的是16个啊，70到79岁之间的是214人啊，就是国内的这么一个状态，老年人管理公司。京东呢，其实已经很大了啊，就是他赚钱赚的也非常多，在国内。这些大公司里边赚钱，它大概排第2啊，但是呢，它利润很少。它的意思就是我挣的利润多了以后肯定是有问题的啊，我挣的利润就应该是继续降低成本啊，我要给别人更便宜的手续费啊，我要这个更少的抽成，然后呢，我要给员工发更多的薪水啊，他要干这样的一个事情。那么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利润水平呢？啊，咱先举一个利润水平最高的吧，贵州茅台。贵州茅台呢，去年是1708.99亿的收入，893.35亿的净利润啊，这是净利润，然后净利率是52.3%啊，这个真的挣钱啊，3.45万人啊，这是贵州茅台。然后呢，美团呢是3375.9亿的营收啊，净利润是358.1亿。利润率是10.6%啊，这个其实已经挺高的了。然后它有11.5万人啊，美团呢还没有这些外包人员都没算进去啊，就京东待会儿我们算它也不算外包人员啊。现在排序是按照大家销售额来去排序的啊。再往后是小米啊，小米的利润率不高啊，小米的营收是3659亿，净利润呢是272亿，利润率是7.4%。
4.4万人。拼多多是个狠角色，对吧？大家一定有这样的一个印象。拼多多的营收呢是3938.361亿啊，这个不到4000亿吧。然后它的净利润有多少？1124亿，它的利润率有28.5%。在互联网企业里头能够达到这么高利润率的也是很恐怖的，而且拼多多人少，拼多多只有2.3万人啊，它要比其他的这些公司人都要少很多。然后腾讯6602.6亿的营收，1940.7亿的这种利润，利润率是29.4%。啊，这个腾讯的利润率比拼多多还高啊！这个越是做这种轻生意的人，你的利润率越高啊！你不需要进货，不需要仓储，不需要物流，不需要那么多人管，对吧？我就是做广告的，我就是做游戏的啊，或者我运营个微信啊，那么他们的利润率会相对高一些。但是拼多多能做到28.5%也是很吓人的啊！腾讯有多少员工？腾讯有11万员工啊，也算是一个比较大的公司了。华为啊，比腾讯挣的还多。华为呢是8621亿的营收啊，626亿的利润，利润率是7.3%。它呢，其实华为的利润率跟小米差不多啊，小米是7.4%。就这些做硬件的厂商利润率都不会太高，因为你得压货呀，对吧？你得生产，你得卖东西去，所以它的利润率不会太高。华为呢有20.8万员工啊，所以它的员工数也比较大的。然后是阿里啊，阿里呢是9411.68亿。这个净利润呢是713.32亿，利润率呢是7.6%， 12.4万人。阿里的利润率真的是不高啊。这个作为一个虽然做电商啊，但是呢它其实也是一个相对比较轻的生意，利润率整成这个样子的话，这个还是应该好好的提效一下啊。但是它已经挣到9000多亿了。京东这个。京东呢是1150不对啊，京东是11588亿啊，它的净利润呢只有400亿啊，利润率是3.5%，它是利润率是最低的。但是京东有多少员工？90万员工啊，这是全职员工90万，还不算这个有一些兼职员工，兼职员工可能还有个上百万啊，是这样的一个数字在运营。而且现在京东每天吧，大概还有几千人在入职，就是把这个。外卖员啊，这些快递员啊，都变成全职员工啊，每天在入职。所以说，京东现在最难做的活是这个 HR 啊，这个可费劲了。那你说还有别人这个在这个范围内吗？还有一个是挣的钱比京东稍微少一点点啊，就是字节跳动啊，字节跳动的营收是11420亿啊，它要比这个京东稍微少那么一点点，净利润是2415.6亿，它的利润率有21%啊，这个也是挺吓人的吧？字节其实在这点上是像腾讯一样的，是做轻运营的公司。抖音也好啊，这个其他的像什么啊，今日头条啊，什么这些啊，都是做广告收入的。所以这种广告收入的公司利润率都是比较高的啊。字节有多少员工？11到15万啊，你想10几万人啊，在海淀区4环边上，北4环边上，对吧？他们那周围大概有5、6个楼都是他们的，只要上下班，那周围就啥也甭干了。那京东下一步要干嘛去呢？对吧？第一个是外卖啊，它外卖说有新举措，要有跟这个美团完全不一样的运营方式。咱们看看京东干的这些活啊，什么京东工业呀，什么京东的产发呀，对吧？大家拍拍脑袋，是不是知道他要干嘛了？他估计会去建立京东厨房啊。啥叫京东厨房呢？原来京东外卖说你必须要有店面啊，你必须要有堂食，我才送你的东西。如果你没有堂食，你东西做的不好。我不送的，这东西不安全，对吧？原来是这么讲的，但是呢，有很多的这些没有堂食的店呢，也通过京东去送外卖，啊，因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是愿意花广告费的，对吧？这是一帮职业的应对外卖的这种档口啊，他不去做堂食，只做外卖。那么这些人你又没法保证他的食品安全，没法保证他的原料，那京东说算了啊，别费劲了，我这儿盖一厨房，你上我这儿做来不就完事了吗？我看着你做。而且呢，你所有的进货从我这儿进啊，走京东物流，京东生鲜嘛，从我这儿来啊，我监督你到底用什么样的这个生鲜的原料啊，用什么样的这个制作流程，我都给你看着啊，然后我保证这个食品安全绝对过关的产品，我再通过京东外卖给你送出去，对吧？而且它的这个成本可能要比他们自己出去租民房还便宜啊，在这个过程中你进货如果没钱了，我还给你供应链金融。对吧？交完钱了以后，收完钱了以后，
你直接从京东直接可以提款啊，这可能是他未来要去干的活，对吧？这样的话，他等于就把美团解决不了的问题给解决掉了啊。美团说，我就喜欢送这些没有档口的这个就没有堂食的这些饭馆的这个饭啊，因为利润高嘛，对吧？人家这个出餐也快啊，在这个午餐这一个点里可以嘁哩咔嚓把它做完。当年讲这个京东外卖的时候，我们就讲过这个问题啊，就这些人才是外卖供应链上的最主流的一些服务者啊，因为你真的有堂食的这些人，对吧？你这个饭馆里头一定是先照顾堂食，后照顾外卖，因为堂食这人就坐这儿呢，你不给他饭吃，他会起来掀桌子的，他会打仗的啊，他会打架的啊，这个事儿是不行的，对吧？你外卖你多等一会儿啊，这个其实大家并没有那么直观的感受。但是现在京东说了，我们干脆直接整一室厨房啊，我集中起来，这个地方，比如说很多人需要点外卖，我们在周围就租一个地方啊，这个7×24小时的这个监控，我们都看着，对吧？这个做的干干净净的啊，这个材料都是我们直接京东物流给你供，也没有说这个谁材料不过关这种事儿，对吧？这不就搞定了吗？解决食品安全问题。至于酒旅呢，也是如此啊，京东工业嘛，就直接把这个酒店的这个物流和这个供应链金融啊，你需要东西我贷款给你啊，这个顺手就卖一下鸡加酒就可以了，对吧？然后包括出海啊，京东呢希望退出京东以后去干的事儿，他不是想退休吗？他也不是说退休了就不干了啊，他说我退休了以后。这个可能会稍微的慢一点啊。好，又回来了啊。京东呢，准备本地做电商，本地建团队，本地采购啊，它等于采购完了以后，到全世界去卖去啊，然后呢，在中国采购完了以后，到这个全世界去卖啊，然后这个让中国的1000个品牌成功，怎么让1000个品牌成功？他说这1000个品牌在亚马逊上没有啊，只有我这儿有，而且呢，在这当地零售商那儿也没有啊。京东呢会帮这些人做合规，做当地认证，把这些都做完了以后。然后把这1000份商品卖到这个全世界各地去啊，他是想走这条路，就真的是叫结硬债打呆仗的方式啊。但是现在呢，京东的出海业务并没有真正的推广起来，还要再稍微等一等。实际上，物流的底层是什么？物流底层除了仓库、卡车、什么物流管理之外，物流的底层其实是金融啊，就是你要靠稳定币，对吧？快速的结算，快速的支付。然后干嘛？贷款啊，对吧？你要借钱给他，然后挣这个利息，这才是用一个这才是真正可以去有利润的地方。所以京东呢，真正想去往前走啊，它不是说我利润少我就省钱，我就比谁狠啊，它不是靠这个啊，它靠的是什么呢？靠的是内部整合啊，它以内部整合为基础，实现规模扩张。你比如外卖啊，我这有获客啊，我这有京东 APP 啊，有这么多的用户啊，然后有派送啊，有食材的采购、仓储、物流，有制作监督，再加上供应链金融啊，把这个东西做完了以后，那你美团再想跟他竞争，你竞争不过他，对吧？你没有说我上街上去这个随便买一份炒饭回来就保证安全的，那京东说你这炒饭到底怎么回事？调录像马上看，对吧？直播做饭这没毛病。对吧？它会变成这样的一个方式，但是它前头投入会比较大，然后呢也比较慢，啊，在这个过程走完了以后啊，其他人就比较难跟它去竞争了。它呢靠内部整合提升效率啊，降低成本，最终的利润来自于流量内部转化。你比如说，它原来有这么多用户啊，这些人原来只能买3C 产品啊，后来可以在京东上买大家电了，现在你可以在我这儿订餐啊，还可以在我这儿去订这个酒店了。对吧？它等于是把内部的这个流量多次进行了转化，啊，这就可以提升利润，这没毛病，对吧？另外呢，供应链金融啊，你中间谁缺钱了，我借钱给你啊，而且因为你平时就在我这儿运营嘛，我还可以很好的对你们进行风控，啊，你到底能借多少钱，能还多少钱，我都知道，啊，你们就拿着这些钱好好去干活吧，对吧？这是它真正去京东生长的一个方式。所以京东的胜利应该会来自于哪儿呢？这实际上是一种制度胜利。
对吧？如何有效的建立有机的、高效的、可自我完善和自我监督的制度，这个是对京东最大的考验。刘强东呢，应该算是进行制度建设的这种比较能力的比较能干的一个人吧。他现在的 CEO 呢叫徐冉原来是普华永道的。财务背景的 CEO 当然财务背景 CEO 大家一想就想起了张勇了，对吧？阿里的张勇，最后是搞废掉了吧？阿里很多的东西都搞废掉了，还是要马云回来才能拨乱反正的一个人。TikTok 的周受资也是 CFO 转过来的但是周受资后边实际上真正管事的人是字节跳动的人，不是周受资自己在管。那么创始人跟这些 CEO 之间还是要有一个很好的配合，就跟那个总统跟总理似的。对吧？创始人要保持制度的高效迭代，而且要看战略，然后不能同时呢，就是创始人制定的制度不能违背第一性原理这是创始人该干的活。然后这些 CEO 呢，特别是这种财务和4大出来的 CEO，能够保证制度的完善跟执行就完了这两边就可以很好的配合。所以现在京东的状态就是这样这个刘强东是董事会主席，他呢可以保证说，这个制度应该怎么去定是我们最终的目标是什么，战略是什么，他去定。然后真正执行的人是这个普华永道出来的 CEO他去负责所有的执行计划定各种的规章制度他去干活去了。所以就是这样的一个配合。但是最后你说刘强东如果真退了或者说真的离开了，因为他前面离开了几次嘛，后来发现这些 CEO 也不行就是这些职业经理人其实也搞不太定这样的一个公司。因为职业经理人喜欢干嘛？喜欢做短期的这种一些事情，就是说我现在搞一个什么事儿投机取巧一下，我待会儿再搞一个什么事儿投机取巧一下，对吧？因为职业经理人的这个任期是比较短，他不是创始人嘛。创始人就算你退休了，你还是这公司的创始人，对吧？职业经理人总是希望说我在职期间我怎么能够让这个业绩稍微好看一点。然后重大的一些改变这种很长期的投入他们是不愿意干的那么未来刘强东离开了比如说去国外去搞京东海外了，那么国内的这个叫做徐冉这些职业经理人的 CEO 到底能不能把京东继续玩下去还要看。那么最后总结一下吧，刘强东呢又出来当了一次网红不管真的假的这个他至少描述了一下他想做的事情，而且这些创始人的讲话呢还是值得去听一下的。他要比这些职业经理人出来给你去讲一些你完全听不懂或者听起来很正确但其实啥也没说的这种废话呢，肯定还是要有意思的多吧。最后京东能够走到哪一步呢？不好说还是在这个过程中应该会给我们贡献很多有趣的故事这就是京东刘强东在6月17号做的这种大的访谈他讲了很多点，我们今天是截取了其中一些比较好玩的点，跟大家稍微的分享一下。好这个看看有什么问题。没吃饭好，来了点赞，断了，对，中间断了一下这个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可能是一个软件 bug反正中间突然就断了一下。对，后来换了。Hello， 对，不用等，这不是又回来了吗？什么什么发生了什么我看着又恢复正常了对，是恢复正常了。对，这个视频赶快给我这个塔主同学来了点赞是，不晚，正在聊呢，我都解读为商业行为，没什么人文幻觉。这个事儿是这样的，就是如果有些人说我愿意去搞这个事情，愿意去搞这些人文建设，或者愿意去坚持社会责任，肯定也是个好事。刘强东在这次还讲了一个特别逗的事儿，他说：“你当我是装吧，对吧？你可能有人信，有人不信，你就当我装。其实这也没什么不好的。如果大家都装的话，这个社会不就变好了吗？对吧？我记得我们小时候有一句话叫‘夹起尾巴做人’，讲的是什么？就猴嘛，对吧？你这个肆无忌惮的，你就猴甩着尾巴满街跑。你要想做人呢，你把尾巴夹起来这个你就做人了。”对吧？那你愿意装，大家都一起装，这个社会就进步了，对吧？所以刘强东我觉得讲的也挺实在的。来迟了不晚不晚。
稳定币不就是提炼的变种啊？这还真不一样，因为稳定币呢是有100%的这个他们是港币嘛，京东稳定币是港币啊，它是有100%的港币去抵押的，你可以随时去换出来啊。一旦稳定币你说我兑换不出来，那京东就完蛋了，对吧？这个是不一样的。而且这些稳定币是可以直接交易、可以直接流通的。提炼那个东西你处理完了，就是你拿到手你没法去交易它，你没法用这个东西，对吧？所以对于京东来说，只要这些稳定币在京东整个的供应链内部多转几圈，对吧？你比如说你今天啊从京东啊把东西做出来了，然后放京东仓库里了啊，然后另外一家说我用你这个原料啊从京东仓库里把它拉走了啊，然后整个这个过程等于都是稳定币在里边跑来跑去的。它只要是交易的次数越来越多，它就等于赚到这笔钱了嘛。不可能三角，好像每一个说能搞定的老板，最后都挺狼狈的。但是你要想啊，社会在进步，只要是真的进步了啊，那么肯定是还是要解决一些不可能三角的。晚上好啊，过来点个赞，欢迎。东子公司慢慢要嘎了，什么东西都比淘宝、拼多多贵。最近呢，东西很多便宜了啊，外卖确实是比别人要稍微贵那么一点点。来晚了啊，刚换了屏幕，第一次感觉 Apple Care 这么好啊，这个是，如果你买了 Apple Care，确实是可以换屏的啊。碎屏保1年1000啊，这个不是，就是你去买那个，哎，我忘了这个延2年啊。我是 iPhone 买完了，就是我苹果的设备一般买完了会买那个延2年的那个服务。不干净算好的啊，科技狠活才厉害，是的。这个但是京东以后说我给你看着呗，如果谁家的这个，比如酱油不行了，那我以后就从库存里把它清掉啊，你以后不能从京东买这种酱油了，这个不也是一个挺好的方式吗？人们都没什么消费意愿，根本不是白牌的问题啊，拉不出，不是厕所不够香。这个你如果把白牌都处理掉的话，那大家就只能去买这个有品牌的东西，对吧？你跟日本似的，日本你说没有米啊，那他为什么不到国外去买？他还是要保护国内的这些种米的农民嘛，它是这样的一个过程。退休一段时间，还不是因为明尼苏达的事情啊？明尼苏达是一次，他大概退休了3次还是2次了。任正非早就不掌权了吧？任正非，你看看他掌不掌权？华为是轮席，但是任正非肯定一把手。对啊，这个余承东根本跟他没关系啊，这事儿跟余承东一点关系没有。他呢有一堆的这个许啊什么，有几个这个老大在上头轮啊，然后那个谁，包括孟晚舟啊，都是有机会轮到的。余承东压根没有机会轮到，差好多级呢。拼多多100亿补贴香港 NS2是3500，挺好的，买呀。拼多多年初财报说，未来几年不打算分红，说是要补贴用户啊。是这个，你看他那利润率，他要补贴早补了。任正非从来没有大权旁落过，绝对的。字节跳动不全在北京，深圳也有一些部门和产品线，对，不全在北京啊，但是他主要的人啊，大头在北京。字节不是大钟寺那边北3环，它北3环也有，北4环也有，然后一直到这个好像基本上都在4环内啊，就是它啊，它北3环、北4环，大钟寺啊，应该是在那一带。石安确实是美团最大的弱点，对啊，所以人家就是说，我这个结硬债打呆仗啊，我把石安的问题解决掉，美团就是说我解决不掉这个问题啊，它永远是在上面修修补补。然后呢，京东说来我釜底抽薪。啊，我从大白菜、猪肉、什么酱油，我都给你放在库房里，啊，你随时要我随时给你送来，对吧？我都给你检验完了，啊，这个才是解决这个食品安全问题最简单的方式。没食堂的都是垃圾啊，这个没堂食的都是垃圾。那以后就是说，他给你拿摄像头拍着呗，那你不就没有堂食也不是垃圾了吗？瑞幸咖啡就有厨房实播，哎，我还真没看过。对，中间又卡了一下啊，是的。我一位朋友在香港教书，是一名老师，他和我分享了他不好的经历，情况大概是昨天迟到了，
然后今天因为昨天迟到被院长的弟弟叫去办公室摸了屁股啊，这个还说了一些话，这个想要和各位网友探讨一下怎么保持体面的情况下解决这件事情。本人经历不多，这个也不了解香港，这个我也不了解香港，你这个实在比较神奇啊。又卡了，是的，不是你卡的啊，是我卡了。今天的网络情况也不是很好吧，但是还能将就。不用体面，对，直接跟学校反映吧，应该是这样。直接报警，其实香港我觉得报警应该还是管用的。一次演讲1小时啊，这个还好了，还好了，40多分钟吧，应该没有1小时。这事儿我们都知道该怎么办，但是我也应该考虑到他的工作以及他的名誉。这个香港真不懂啊，又卡了。我还是喜欢看东哥聊喝酒啊，这个也是比较有趣的，就是他有一点草莽气吧，靠直播食品安全不靠谱。这个，这个事儿呢是这样啊，就是没有什么东西是绝对靠谱的，总是要一步一步往前走嘛。问一下他说太丢脸了，不想报警，那这是他自己的选择嘛。这个强哥、董姐在伟大祖国就算是业界良心了啊。这个，哎，董大姐其实也算是还不错的，虽然她70多岁一直盯在这个格力这个位置上，对吧？但是她真的是老老实实的把家电卖掉，然后去给大家分红啊，这个也还是做的不错的。房东今年的京东今年的进攻态势，其实也因为近2年面临美团即时零售的压力很大，不拼不行了。是的，京东呢，其实我们从去年开始吧，就是从刘强东开始回归开始，就讲过几次京东的事情。前面呢不是特别看好啊，这一次呢给我稍微有些改观。觉得企业管理业务变革有方法论可以遵循吗？例如京东要进行的业务迭代，应该还是有一些方法论可以去探讨，但是呢，你不能完全的去照搬啊，因为一旦照搬的话，这个一般是就是真正想在里面上下其手的人会放大自己的权利。2年1599啊，这是说这个2年的这个叫什么呢？2年的这个 iPhone 的延保卡住了啊，中间卡了一下，现在应该不卡了。跑步回来了啊，这个大家晚上好，周末好啊，没问题。如果东哥能成，皆大欢喜。是的，觉得还是希望在这个位置上接着往前跑吧。马化腾未来准备怎么玩？马化腾接着干呗，那怎么办呢？马化腾也没说能接班的事儿。不分红的公司不是好公司，比如新东方、美团，这个中国公司基本上都不分红啊，对吧？这个谁分红啊？你像这个谁，乔布斯活着的时候，苹果也不怎么分红，也不怎么回购的，对吧？这个特斯拉也不怎么分红回购的，对吧？乔布斯死了以后啊，这个提姆库克上来以后，才有什么分红回购这些事情，对吧？所以这个你不能乱讲。所以从我们的角度上来说呢，一般是说，进取心比较强的公司啊，有这个很多事情想做的公司是不分红的、不回购的啊。然后这个，有一些这个公司甚至股价很低的时候都不回购啊。你像这个拼多多就是这样，股价跌了我也不回购啊。然后像小米呢，就属于股价跌了它会回购，但是它从来不分红。新买的圆头厚底皮鞋，量了下发现4.5厘米，总高12厘米，这个难怪贼别扭，这是什么故事？直接报警啊！廉政公署举报啊，这个我们就不给人这个出主意了。东子最近节目比较多，是的，其实都是拿就是最近大家在这个各种平台上看到刘强东的演讲，基本上就是这一天的内容，然后剪来剪去，剪来剪去，然后剪大家觉得有趣的点，然后出来去怼人啊，特别是怼人的部分啊，会拿出来去讲一讲。性骚扰啊，这个我们不研究性骚扰的事情了。中石油分红啊，恒大分红，
恒大我还真不了解啊，这个中石油，这个叫什么？问他能有几多愁，恰似这个满仓中石油，对吧？呀，老宋同志，你怎么会员没有去充值呢？赶快把小扳手没收了。好啊，这就是咱们今天要讲的内容吧。然后还有什么其他的大家关心的事情可以聊啊？基本上1个小时吧，网也不是特别好。这个范老师，哔哩哔哩估值咋看？看着苟延残喘，版权近期不在乎了。这个首先你有一点说错了啊，哔哩哔哩这种上市公司是没有估值的，只有市值。啊，就是你的股价是多少乘上你发行了多少股票，对吧？就直接出市值啊。这个市值呢是，每天啊每个只要开市的时间嘛，就是它在不停的变化，啊，随着股价上下的走动在不停的变化。那么我们应该问这个问题是什么？就是我们怎么看这个市场对哔哩哔哩价值的认可？它的市值为什么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因为我自己已经好长时间没有在关注陈瑞啊，这帮人了啊，所以不知道啊，这个哔哩哔哩现在到底在干什么，真的搞不太清楚。来了点赞啊，点赞的还不是很多啊，这个是大家点个赞。老范说说，真把伊朗打残了，对伟大祖国多大影响？也没什么影响了，这个事儿能有什么影响呢？对吧？谁打残了，咱们也不会站出来说什么，咱们可能会谴责啊，我们这个严厉谴责也就完事儿了，对吧？但是呢，我们不会有任何的实际动作，啊，这个你就像叙利亚，对吧？现在搞成这样，我们肯定不爽，但不爽又能怎么样呢？对吧？我们肯定是说我不爽，我谴责你一下就完了，啊，我不跟你做生意啊，还能怎么样？没有什么别的东西。B 站不能倒啊，平时基本都看 B 站了，油管广告太多，我是从来不看 B 站。捞女游戏啊，没关注啊，据说最近挺火的一个事情。周末愉快啊，这个老范别再打到资本家了，再打到真的快没饭吃了啊！求求资本家来剥削我吧！现在就看到稳中向好的啥时候来了啊？稳中向好一直来啊！点赞太少了啊！是的，大家好好去点个赞。聊聊国产人形机器人，国产人形机器人这个谁刚，这个宇树科技刚融了一笔钱，也就这样了。这个融到钱才是新闻啊！这个什么跑步啊，什么这个做什么格斗啊，那都没有任何意义啊！谁融到钱了？宇树刚融了一大笔钱。哔哩哔哩也要做网课，前阵子沪江离职的员工跳槽到哔哩哔哩，然后又来邀请老师入驻，让大家用他们的走流水啊。这个我觉得，如果字节做这个事儿呢，你还不如上字节去搞，对吧？这个尽量不要跟哔哩哔哩去折腾这种事儿去。前两天不是把谷歌的那个卡取掉了吗？因为美国地址的事儿，连 Cloud 充值也取消了啊，好吧，这个等你慢慢折腾吧。捞女那个大陆只要一抄啊，肯定无啊，这个别这么想啊，这个游戏这种东西呢，里头还是有非常非常多的细节。你比如去年出的这个，不好了，我被美女包围了这样的一个游戏，很多人都分析完了该怎么做，最后实际上大家也没抄出来。就是很多的当细节多到一定程度以后啊，它就已经不再是一个工程可以解决的问题了，它是一个艺术要解决的问题，对吧？这个你以为艺术家说我精益求精，我去修身养性，我去做这个东西，他是干嘛呢？他就是说，哎，我可以把大量的细节通过艺术的方式搞定啊，所以这个不是那么容易抄的啊。
现在 B 站乌烟瘴气的，除了看点教程，真的无聊啊！我是真的不看了。B 站也要倒了，倒我觉得可能还有一段时间啊。但是 B 站盈利的话，应该主要还是靠游戏盈利啊。这个它不是靠视频，也不是靠广告盈利。遥遥领先少个客户，白被制裁了，什么意思？主要 B 站小鬼太讨厌啊 ！B 站的人确实是比较激进一点吧。啊，伊朗打残了啊，伊朗还好了。这个遥遥领先本来也不往伊朗卖东西，对吧？这个人家一直都抵赖呢，从来没承认过。对东大的经济影响，这个也对东大没什么经济影响。你想“一带一路”的这些国家，其实咱们从国家层次上说，没怎么从他们身上挣到钱啊。但是你下边办事儿的人可能挣着了，但是从国家层次上没怎么从他们身上挣到钱，对吧？这个跟其他的也没什么关系，少一个呢，可能还帮大家省点钱。国家不会，哎，这个国家这个才不在意你 B 站是死是活呢，它完全跟这个事儿没关系。油价有影响吗？油价也许这几天会涨，但是打完了以后肯定会跌啊。最近老范有啥好玩的大模型或者工具分享吗？这个最近反正 Gemini 2.5最新的完整版还是做的相当不错的啊。B 站不太好2年了啊，股价也半死不活的站不起来，这个很正常。看看笑笑就得了啊，没必要跟半大孩子较劲。对，就是这意思。我用的美区的 B 站啊，再加上训练它的推荐还不错。哎，B 站本身推荐做的很烂，别跟他费劲了。B 站什么好？不太敏感的视频我会上传国内 B 站、抖音，根本就是传不上去啊。这个 B 站那就看来松一点呗。B 站还可以稍微有点开放的氛围，抖音就是肯定更严嘛。你都在美区看油管不就得了，就是这意思。油管广告多，不想充钱，哎，那你就被 B 站折磨吧。老范上面说的是炒，不是抄啊，那炒那就炒吧。但这个游戏我还没去研究啊，因为对这种游戏本身我也没什么特别大兴趣。学习教程啊，好，但是我曾经有一段时间想在 B 站上找学习教程，后来我放弃了。为什么呢？因为 B 站上的学习教程都格式化的，它会把一个教程拉得巨老长，啊，一个这个，比如说学习一个什么计算机的编程技术，一看啊100集，然后每一集10分钟，然后呢上来就是你怎么安装环境，怎么设置什么东西，啰里吧嗦就一集啊，这个最后我实在是懒得跟他看了，就彻底不再去了。一带一路主要是当散财童子去了，哎，这个说对了。关键不是 B 站还是油管，关键是你不愿意用钱给自己买点时间啊，那就不用呗。最近 B 站还有很多免费的老电影，那就是盗版嘛。我主要是看油管或者听油管啊，这个听油管也是一个蛮开心的事情。我印象中 B 站一直不温不火啊，火过啊，火过。后来是这个叫什么呢？二次元整个给干掉了，这特别是日本的动漫给整个给干掉了啊，所以它就稍微差那么一点点。星舰又炸了啊！这次是在地面上啊，我看土拨鼠做了节目了，大家可以去看一看星舰为什么又炸了。它应该是在地面做静态点火实验的时候没控制好。B 站其实没啥价值，都是青少年自娱自乐。我儿子很喜欢，反正这个我是不看的。好，那么如果没有更多的问题的话，我们今天差不多就到这里了。啊，我看还有什么？油管包年会员也很划算啊，免广告用几年，用几年了，很爽，好吧？B 站现在实际上的是核心是直播啊，见证和擦边啊，那我就不知道了。我其实最主要的时间是小红书和抖音，我油管现在看的都少啊。星舰炸了，涂老师做了好几个视频了，对，就看他的就行了。问一个傻问题，稳定币是，搞稳定币的是不是算是金融了？对，他们叫 FinTech 啊，叫金融科技。
现在而且做稳定币的都是这帮人，你像支付宝也去了，支付宝跑香港去做稳定币去了，京东在做稳定币，对吧？然后亚马逊、什么沃尔玛这些人都去做稳定币了，实际上就是想在全球做这个供应链金融。我尝试了很多次啊，无法喜欢起 B 站，对，我也实在无法喜欢。辛苦了，大家周末愉快。对，我后来看视频还是 YouTube，我也比较喜欢 YouTube，没看过 B 站。谢谢各位的建议啊，这个你这个事儿还是商量一下，然后这个提醒一下啊，以后不要在我的频道里头聊这种完全无关的事情，而且还差这么老远。全世界都做稳定币啊，川黄也要做稳定币，那做呗。啊，川黄做稳定币啊，稳定币不是那么好做的。塔主还是很漂亮的啊，这没毛病。然后塔主记着把那个视频给我啊，我们本周的会员节目就这视频了啊。这个土拨鼠账号推荐一下，土拨鼠杂技啊，你去搜索一下。今年618不知道大家购物的欲望怎么样？反正我今年是没什么购物欲望。今年618，我的 Switch 2算618的产品吧，其他的就没了。贝森特之前说的，好吧，刘强东抢了王兴的饭碗，这个你也要有本事才行啊！一会儿给你啊，已经做好链接了，非常棒。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感谢大家收听，再见。明天休息，然后后天再看做什么吧。结束。